乌军无人艇摸黑袭击俄军巡逻舰，黑海舰队打的只剩黑海了。北约举行北欧响应2024军演，展示力量。朝鲜援俄100万炮弹，结果一半是哑弹，导致俄军士气开始下降。欧盟转向战争经济模式，乌克兰春天来临。下面请看详细报道。打完天上打海底，乌军在接连击落俄空天军15架战机后，开始对俄黑海舰队下手。据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5日报道，乌军无人艇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附近成功击毁了一艘俄黑海舰队巡逻艇。事后 GAU 发言人安德烈有所附称，击毁的俄巡逻艇是谢尔盖科托夫号，对他的袭击是 GAU 和乌海军联合实施特别行动的结果。具体经过，据 GAU 透露，在3月5日清晨，其第13特种部队与乌海军合作，并在乌军数字转型部的支持下，于克赤海峡以数艘乌军自制 MAG-URA-V5 无人艇采取群狼战术的方式，成功击中了俄黑海舰队的22160型巡逻舰科托夫号。之所以会成为乌军目标，是因为该舰具有一定高价值。据俄方公布的资料，科托夫号巡逻舰排水量约1700吨，拥有25节的最高航速，可在远洋区域连续作战60天之久，配有无线电、水生武器和电子对抗系统，能发射口径巡航导弹，同时还能搭载一架12吨级直升机，用于搜救任务。其造价超过6000万美元。这已不知是俄黑海舰队第几艘被摧毁的舰船。乌军是真的想让俄黑海舰队变得只剩黑海。乌军无人艇虽属于一次性消耗品，但几乎次次都能获得丰硕的战果，且还在不断进化中。根据乌克兰新生报道，乌克兰装甲设计和制造公司在2月19的时候就表示，乌克兰收到了一批122毫米高爆破片炮弹，数量大约为数千枚，可以用于 D30与 RS1 榴弹炮。这次交付是与一家东欧弹药控股公司合作生产的，也算是解了乌克兰的燃眉之急。同时，乌克兰装甲公司首席执行官弗拉迪斯拉夫·贝尔巴斯表示，该公司已经成功实施系统化批量生产，122毫米火炮的产量大幅增加。在武器方面，乌克兰并不是只有北约援助。俄罗斯曝光德国内部谈话事件又有了新消息。3月5日的时候，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根据初步调查，德军关于金牛座导弹的对话被窃听，属于个人失误。但是不管过程如何，事件已经发生了。自从录音被曝光之后，德国总理舒尔茨遭受了巨大的压力。英国前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开始嘲讽舒尔茨，英国也在督促德国向乌克兰交付金牛座导弹，美国这边则更倾向于为德国解围。3月4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会对被曝光的内容发表评论，因为这样做正中俄罗斯下怀。火力军开始关注乌军无人艇，大概是2022年底。从那时起，乌军便开始利用自杀式无人艇对俄黑海舰队的巡逻舰、海军基地、科赤大桥进行突击，使俄军蒙受了不小的损失。2022年9月，一艘乌军无人艇首次被发现搁浅在塞瓦斯托波尔，这是外界第一次完整的看清这种神秘武器的样貌。但据说当时乌军使用的自杀式无人艇就已经有了多种型号。同年10月，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基地遭到乌军无人艇和无人机的海空联合攻击，造成多艘俄军舰艇受损。自此之后，乌军开启了无人艇突袭的热潮，越来越多的俄军舰艇经常在巡逻时遭遇袭击受损。2023年8月，俄黑海舰队新基地新罗西斯克遭遇乌军无人艇袭击，导致戈尔尼亚克号大型登陆舰遭受严重破坏。之后，乌军又出动至少5艘海洋宝贝型无人艇，奔袭约1000公里轰炸克赤大桥，导致8座支撑结构中6座被毁，2座受损，桥上交通中断。今年2月1日，乌军又以无人艇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击沉俄军伊瓦诺维茨号。同月14日清晨，又击沉了大型登陆舰凯萨库尼科夫号。截至2月底，据乌军统计，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总计摧毁了俄黑海舰队24艘船舰和1艘潜艇，已成功使俄黑海舰队1/3舰船陷入瘫痪。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军无人艇突袭过程中，其也在不断进化。
如早期型号的乌军无人艇，航程有限且缺乏远程控制能力，需要用大船将其运载到目标海域，再由附近乌军士兵操控才能进行作战。但此后乌军无人艇的性能不断升级，如此次击沉科托夫号的 MAGU-RAV 无人艇，全长 5.5 米，采用喷水推进装置和流线型船体，航程达830公里，巡航速度每小时40公里，有效负载能力为320公斤。装满炸药后可执行自杀作战任务，其能通过无线电与空中中继、卫星通信等方式进行控制，能在远离海岸的海域作战。这意味着乌军可以搭配航程更远的无人机，采用海空联合作战的方式，袭击俄海军舰队、基地、码头等高价值目标，迫使俄海军舰船只能蹲守在家趴窝。而且不断进化的乌军无人艇也将越来越不好防御。对此，俄军自然开展了针对性作战，只是收效甚微。后改变战略，打算用无人艇对抗无人艇。俄军的针对打击最开始是对乌军无人艇生产设施和基地实施大规模空袭，想从根上进行消灭，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乌军使用的无人艇大都制造简单，甚至可以在车库内利用简单的工具便能进行组装。加上像前面说的，乌军无人艇的性能也在不断完善，针对效果自然不佳。于是俄军后来想到了无人艇对付无人艇的方法。去年11月底，俄罗斯宣布其首批国产无人艇计划今年开始大规模量产，来应对乌军的无人艇。据悉，俄军国产的无人艇基于民用的 VZM 航道测量无人艇发展而来，采用喷水推进方式，最大速度约为每小时8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200公里，有效载荷约600公斤，可以搭载炸药、特种货物和侦察设备，可用于巡逻、侦察以及自杀式攻击作战，且成本十分低廉。此外，该无人艇还可携带拖曳水声仪器和其他特种设备，进行远程水下勘探作业。其在军队2023论坛上公开展示过这种无人艇。至于有没有效果，需要等俄军量产实战后才能下定论。目前黑海的状况还是乌军凭借无人艇掌控了黑海主动权，而黑海舰队不仅因此大幅缩减出动，还耗费巨资，想要对海军基地和科齿大桥的防御措施进行强化。当然，有人觉得无人艇技术水平不高，乌军想要以此获得最终胜利很困难。但火力军想说，最终胜利都是一次次的小胜利积攒的。乌军不仅凭借无人艇使俄军丧失了黑海西部的控制权，而且大家难道没有发现，最近几艘被击沉的俄军舰艇都是在运送弹药时在克里米亚附近被摧毁的吗？乌军似乎已经盯上了俄军的弹药运输线，想要通过对其实施破坏来影响俄军前线的补给。除了海上运输外，3月4日上午，乌克兰基尤瓦通报称，乌军使用炸药炸毁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铁路桥，该桥将在未来几周内无法使用，将导致俄军无法通过火车向前线运送弹药。欧洲真理报3月6日报道，保加利亚开始向乌克兰转让100辆装甲运兵车，目前第一辆已经被装载到平台上，从索菲亚宪兵总局基地运往西伊斯卡里火车站。2023年11月的时候，保加利亚就打算援乌，但是因为运输费用的问题，装甲运兵车的交付被推迟。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援乌还是保加利亚首次直接向乌克兰移交装甲车，而不是像之前那样通过中间人。乌俄战争开始之后，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就被限制。之后，俄罗斯用过多种办法出口石油，价格屡次超过上限。2024年2月，七国集团和美国再次升级制裁措施，启动2级制裁、3级制裁。2024年2月27日，有多个规避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的油轮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2024年3月1日，保加利亚正式停止使用和进口俄罗斯石油。2024年3月6日，土耳其的石油码头之一多特约尔也不再接收来自俄罗斯的石油。俄乌前线基本趋于稳定，值得注意倒是有几点。一是3月4日16点左右，扎波罗热州俄第70近卫摩托化步兵团指挥中心被乌军用海马斯击中，当时在场的多名俄军指挥官一命呜呼。乌军第117机械化旅仍继续在扎波罗热坚守阵地，粉碎了俄军进攻。二是继阿夫迪夫卡之后，俄军将攻击目标转向了新海蒂夫卡。过去几天，俄军一直在向新海蒂夫卡增兵，目前那里每天受到的攻击已经超过了阿夫迪夫卡，形势比较严峻。
三是在乌东前线，俄军正集中力量攻击辛基夫卡，那里是通往库皮扬斯克的关键门户。不过乌克兰在这一带的防御相当强大，到目前为止，俄军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此外，名为北欧响应2024的军演于3月4日在靠近俄边境地区正式举行。此次军演不同凡响，首先是地点定在了芬兰、挪威、瑞典。在这3个北欧国家中，挪威就不用说了，老成员国了，但芬兰入约才不到1年，瑞典入约的最后一票还是在今年2月26日才通过的表决。这上来直接在新成员国境内军演，表明了对成员国的看重。其次，北欧响应2024还是近年来北约举行的最大规模军演，其中来自13个北约国家，超过2万名士兵将参加本次演习。同时，据挪威军方称，此次训练将有50多艘潜艇、护卫舰、航母和2栖舰艇，以及超过100多架战机、运输机、海上侦察机参加演习，时间将持续到3月15日，明显是在展示力量。挪威空中作战中心特隆斯特兰德司令表示，我们能够反击并阻止任何试图挑战我们的边界的人。最后，北约这么大动静，俄方反应自然不容错过。面对开展的北约响应2024军演，俄外副长格鲁什科3月4日表示，俄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本国的防御能力。所谓一切必要措施，格鲁什科恐怕意有所指，应该是俄各种战略、战术和力量。毕竟在瑞典入约后，波罗的海几乎成了北约内湖，俄军常规力量应该不具备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两面开战的能力，自然会动用更强大的力量。朝鲜哑弹这事儿，火力军会结合朝鲜援俄100万炮弹一起说一下。去年就分析推测称，朝鲜向俄罗斯转运了数百万发152毫米口径炮弹，而近期韩国国防部长申元实向媒体透露称，朝鲜自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估计向俄罗斯运送了大概6700个集装箱。这些集装箱通过海运抵达俄罗斯远东的杜奈港口，然后再通过铁路等陆上途径运抵对乌作战前线。尤其是自去年9月金正恩和普京会晤之后，朝俄弹药运输速度明显加快。在申元实透露的信息中，他非常笃定这些集装箱里装的就是武器弹药。虽然不清楚弹药的种类，但据他推测，集装箱总容量可以装载超过300万枚152毫米口径炮弹，50万发122毫米口径火箭炮弹。申元实这一猜测一出现，就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首先，去年俄军一直都有传出缺少大口径弹药的情况。其次，朝鲜因需求储存了大量弹药，这些弹药本身还和俄制武器系统相兼容，可以说朝鲜有实力、有机会援助缺乏大口径弹药的俄罗斯。最后，按照申元实的意思，朝鲜之所以会给俄罗斯提供弹药，是为了换来俄罗斯方面的食品、原材料，来稳定境内粮食价格。而按乌克兰情报局副局长史基比茨基的意思，俄军会用武器零部件、导弹和潜艇技术来换取朝鲜的100万炮弹。俄军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用大量朝鲜炮弹来直接影响俄乌双方的攻守形势。大家想想战场的变化，原本俄军在被爆出弹药已严重耗尽时，攻击势头已经减弱。即便俄罗斯当天开始进行军工动员，加大马力提升产能，但炮弹生产从无到有是需要时间的。但莫名其妙，俄军攻势加强了。这时就有媒体透露，朝鲜在向俄罗斯援助大量炮弹，俄军求购大量朝鲜炮弹，明显是想用其度过炮弹生产的真空期，不至于让前线出现俄军因缺少弹药而败退的情况。以目前战场态势而言，乌军已转入防守态势，俄军凭借求购朝鲜炮弹，正朝着乌东多个地区发起猛攻，以求维持住此前战果。但这样的想法注定无法实现，甚至可以说是奢望。据史基比茨基2月23日向乌克兰国际传真社披露称，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俄罗斯虽然从朝鲜进口了150万发弹药，但这些弹药太老了，其可以追溯到1970到1980年代，其中大约有一半无法使用，其余的则需要修复，或至少在部署前进行彻底检查。韩国防卫网分析师李宇也分析认为，老旧的朝鲜炮弹落地时的弹坑会呈现圆形分布，没有一致的撞击点，这意味着炮弹精度非常低，在发射时有可能会落在俄军自己头上。事实上，关于俄军在乌克兰使用质量低劣的朝鲜弹药早已引发广泛讨论。2023年12月，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长就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朝鲜炮弹质量非常差，
经常在俄军火炮的炮管内爆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也表示，2010年11月延平岛炮击挑衅时，朝鲜炮弹的命中率只有30%到40%，炮弹中哑弹的比重也相当高。他还表示，一般来说，炮弹的存放时间越长，其质量就会变得越差。如果朝鲜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将存放已久的弹药送往俄罗斯，炮弹的不合格率可能比朝俄两国预想的还要高。而在激烈的生死战场上，武器系统一旦频繁出现故障，俄军士气必将遭受重创。此外，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5日报道，欧盟委员会5日建议把欧盟军火工业转向战争经济模式，以应对俄乌冲突引发的危机。说不定乌军今后将会拥有更多的炮弹援助。乌俄战争的爆发使欧盟高层缺乏安全感。他们指出，如今的欧盟军工业虽然拥有坚实的基础，但却没有统一的方案统筹军工业，这导致欧盟的军工业生产能力无法提升，成员国总是出现军事储备不足、更新换代慢等情况。因此，欧盟必须做出改变。他们觉得，只有把军事生产能力提高，且掌握在自己手中，欧盟和欧洲国家才能保护自身利益。所以，欧盟委员蒂埃里·布雷东就建议，军工业转向战争经济模式，来刺激各大防务公司的产能，甚至在必要时施压防务公司，要求他们在特定时间点内生产足量武器。同时，他还建议鼓励欧盟国家共同向欧洲武器生产公司购买更多武器，帮助他们提高产能，从而让欧洲的防务装备全部实现欧洲造。虽然欧盟此举相比俄罗斯有点后知后觉，但为时未晚。法新社1月19日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9日敦促法国国防工业加快向战争经济模式转型，以便更快地满足乌克兰的需求。可见严冬已经退去，乌克兰的春天正悄然来临。好了，关于乌军将黑海舰队打得只剩黑海，北约举行北欧响应2024军演，朝鲜100万炮弹一半是哑弹，以及欧盟转向战争经济模式，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